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1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来了，朋友们，哇，大伙，哟，哎呀，这事儿还真的远了，这粉色，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哦，又是这个场景。哇，这时间也过得很快啊！上一次在这儿正好是1个月以前。对。见他们恍若隔世。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变成空巢老人了。没孩子了，孩子都走了。你们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感觉吗？我记得，我也记得，我记得。各位老师好，我叫张诗文，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国传媒大学。我叫侯子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我叫李雨佳，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叫庞征，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我叫王韵玲，然后我本科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然后我现在眼前完全就是诗文在这跳舞的那个感觉。哦，拿着扇子跳舞。飒爽。他第一个进来给大家留下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是玉佳其实第一次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就说我就想争第一，那个表情你们还记得吗？我记得。我也有能力，我也有信心，能在这一次1个月的实习里面最终拿到 offer。我是不敢说我想争第一这句话的，我绝对不敢说出口。第一个不敢说，不好意思；第二怕说了以后就实现不了了，不说还有可能实现。对，但是他就真的能说，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哇，现在的孩子真不一样。我觉得雨佳也是非常典型的，就他看上去很有锋芒，但他其实真的很单纯。对，是的。我觉得今天进入中级面试，这5个人当中，可能真的是庞征是在我们初次见面时没有想到的，对吧？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生活阅历的孩子，但是就没有感觉到他身上有那种光环和气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外在的肯定，尤其来自专业人士的肯定，对于一个年轻人特别重要。就他一下子信心，我觉得比之前增长了无数倍。基本上第一个课题之后，他就已经好像起飞了，感觉是吧？梁上清风服话筒，新闻是什么？内容为王，这是在他手部的位置。庞征这种收放自如的气场和光芒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特别好。我觉得他是真的拾回了自信，然后找回了那种理想的。因为他来的时候是他觉得，哎呀，我已经不敢再上主播台了，有点自卑，对，甚至觉得有点愧对主持这个行业，他好像背离了初心似的。还有哪个人是你们没有想到会进入中级面试的吗？如果说按一开始的表现的话，可能子泰，因为他到前边其实一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分嘛，对吧？我说实话，我第一次面试完见到他之后，我就觉得他太有潜力了，太强了。因为他太松弛了，就是你就觉得说，他天生就是做电视的，就是应该上屏，因为他没有一点点压力，之后就反转了。之后也是松弛啊。从第一次，对，就是我觉得就第一次考核松弛的都拉垮的感觉。松弛的拉垮。所以其实说实话，直到最后一个考核之前，我都很担心，我觉得他很可能没有机会进入到中面了。但是最后，
他在卡在100分的这个线上，成为了唯一一个进入到终面的男孩。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终极面试吧。来吧。这是谁？吕佳。哦呦，吕佳，你看她现在的气场跟之前的气场都不一样。新闻女王。子泰。还是松弛的。新闻小王子。有请第一位。好，来了。欢迎，欢迎。当初第一个是你，今天第一个还是你。老师们好，当初的我已非今日之我。为什么？不一样在哪里？打碎了，重塑了。哇，上来就节奏很快呀。把什么东西打碎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对自己的认识，原有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束缚自己的那个框子，都打碎了。那你经过8个课题之后，对于主持人这3个字，尤其是对于新闻主持人这个职业的定位，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认识？确实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因为在来之前，我可能觉得新闻主持人好像也被束缚在一个框子里，他要很规整的表达，他要去说很严谨、很理性的话。的优势和能力。张希老师也这么只给的吗？去拿到这唯一的 offer， 你现在能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觉着你可以去拿这个 offer 吗？我想，我值得投资，假以时日，一定可以行。我在想，为什么我可以一直做新闻？我想到的原因是我其实是有分析的能力和感知的能力的。分析的能力能让我进到一个新闻的场域里，能迅速把各种各样事件的线头都梳理清楚，像一个侦探一样把事情的过程还原出来。而感知的能力能让我在看到我的采访对象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跟他心灵感应，知道他现在想的是什么，然后围绕着他的想法来提问，去获得我想要的信息，去拼上最后那一块拼图，最终再把它呈现在主播台上。我之前一直对你有个好奇，因为你不止一次讲过，好像总是渴望胜利，总是功亏一篑，就这样的表达你不只有过一次。某种程度，在我看来，这个女孩这么年轻，有一些就是悲情色彩，但我不希望是这样的。就包括这一次，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可能最后又不属于我，又会有那种悲情的感觉，你会吗？这回不会了。为什么？你怎么这么肯定？因为我之前会那样，是因为可能比较有责任感，我总希望我能给所有的事情负责，我能给所有的事情兜底。如果它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我会觉得那是我的问题。但是这次就是通过跟各位老师的学习，跟小伙伴们的相处，我发现其实真的可以松弛一点，而且这次的探索和尝试也给了我一些底气。我相信我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我是有继续在这个行业深耕的潜力的。整个过程拿过第一，第一个课题就拿第一，一度成绩到过倒数第2，自己心里会有起伏吗？分数其实还好，我主要就是看我对这个课题满意不满意吧。比如像课题4，我没有拿到最终的分数，但是我觉得那次尝试对我来说特别宝贵，我非常珍惜。课题4的经历对你来讲，你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张希老师真是一个好的 HR。我感觉他让我看到了一种期待，
首先，他给了我信心和底气。虽然确实翻车了、捅娄子了、犯错了，但是我知道这些问题以后靠努力、靠经验都可以弥补，我还是可以在主播台上坐着的。你可以在主播台上坐着，当然，而且会做得很好。从你第一天走进这里，说自己想做记者型的主持人，一直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我们每一位老师也都看到你在这个道路上一直在努力去做。那到最后2个课题，在选择自己可以去尝试和拓展的边界，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作为我是肯定不会怪你的，我相信所有的老师也都会支持你去这样做。而且整个表现过程来讲，鲁豫老师一直用青衣来形容你，觉得你在大舞台上可以有自己展示的空间，在新闻主播台上也可以有自己展示的空间。那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好的去进行多元的尝试，让你找到你觉得自己最适合的赛道，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相信未来你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的前景。但是这个前提是不要对自己有过多的苛责，甚至某种程度上没有必要的要求，把自己的心态放松下来，才有可能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我认为他最大的障碍在自己的心里。对，他具备很多优秀的素质和能力，他经常把自己引领上一个错误的道路，就他会跑偏，他不知道有的时候说人话比说金句更重要。这个需要张希老师或者我们任何一个老师，在镜头之外，跟他好好破除他心理上的这道障碍也好，这堵墙也好，我觉得可能会对他帮助更大。白老师这句话完全在点儿上。白老师。好了，下一个松弛的来了，2个极端。来吧，来吧，终面就不带 PPT 了是吗？不但没带 PPT， 简历也没带。老师们好。很难做的这么挺吗？这1个月都没有看到你做的这么挺过了，已经。今天这个场合还是，要更正式一些。你对最后的结果是会觉得吃惊，还是在意料之中？满意不满意？如果单从最后一个考核来讲，其实有点没有那么出乎意料，因为我对自己的表现以及对自己的个人的能力，也是有一定判断的。但是放眼整个考核，从这个100分的角度来讲是吃惊的，因为从第5个课题，我的心态就已经平淡了，就是对最后的分数虽然很向往，但没有那么的执着了。得知淡然，失之坦然，当时是挺坦然的，然后最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竟然把100分凑齐了。哎，这个话里有话哈，奇迹般的把这100分凑齐了，你怎么理解这个奇迹？我觉得它很奇妙，因为在倒数第3个课题的时候，当时我还只有30分，我说这怎么可能凑齐70分呢？我觉得有点难。回忆起张希老师当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你做体育的你也知道。”比赛有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很难讲，篮球最后1分钟都可以抢回来10几分，对吧？很难讲的事儿。然后秉持着这个心态，好像也算是一个奇迹。我对你的几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你跟王玉2个人一起合作，跟胡先煦还有邓科导演做的那个圆桌论坛，那次我认为你们俩合作的非常好。我的印象很深，就是你在几个场合，当王玉在提问的时候，你会起来，比如倒水。就给他营造一个氛围那种感觉。哎，多谢多谢。我特别想知道，就在那个时候，你是为什么会做那样的选择？因为你们在此刻其实在考核，但当你站起来倒水的那一刻，其实你是把提问机会给到别人的。如果从考核的角度来讲，其实我是重视每一次考核的，但其实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一根弦在提醒我。无论我是不是在考核，以节目为主，我是不是拿分的这个人不重要，这个节目能不能安全播出，能不能把这档节目做起来，这个很重要，因为它关乎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如果这档节目砸了，那可能我们2个人都完蛋，甚至整个栏目都完蛋，甚至整个台都会完蛋。虽然可能有点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能力。对，他能够知道该给此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对，我觉得你前半程虽然都是0分，但是我觉得得分是0分，不等于能力是0分。太好了这句话。比如说人工智能大会，从我的角度来讲，诗文和庞征是第一，你和林蔚是第二，但我们的考核机制是第一得分，2、3、4都是0分，所以你的能力不是0分，只不过是得分是0分。你的0分一直坚持到了前半场全部结束，但是你的能力始终我们是看得到的。谢谢老师。哎，那天和韵玲一块搭组采访 Fly 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决定最后韵玲来采访的？你不是对电竞也很熟吗？是老师，那天很奇妙，因为老师其实我是一个有的时候抹不开面儿的人，有的时候我很多心里话我的张嘴说不了，就是尤其是跟别人在配合这件事上，我没办法跟别人去争。我说你别去，我行，你让我去，你别去了，我讲不出来这种话。在班里也这样，有点吧，还是。其次就是那天，其实我内心有一点小小的自卑，因为我从来没跟韵玲合作过，我对她完全陌生，她也对我完全陌生。我知道两个人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是难以产生信任的，然后她的眼睛里又透露着对分数的渴望，同时透露着一点点我自认为对我的不信任，再加上我当时确实倒数第一。子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然后在走出那个房间之后，他就跟我说了：“子泰，这个主持的事儿能不能让我来？”我说好。实际你内心多少也是想做的。我多少是想做的，但是我实在没办法跟你说，虽然我倒数第一，成绩很烂，但其实我很厉害。我讲不出这个话，所以当时立刻就答应他了。这句话赢了，虽然我倒数第一，但是我实力很强。下回要练着讲一讲。你有没有觉得最后这个课题，你是有主导角色的？我意识到，你意识到了，对吧？对，那一刻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儿。那你有没有在最后一次课题之后觉得，哦，如果前面几次课题我也像这次一样主导一下，结果或许不一样？是有这样想过，但前边4个确实我拿不准，但最后一个我其实把握到了85%以上，所以才会去做这个决定。所以你只有明确意识到，当你占据绝对的方方面面的优势的时候，你才愿意去做那个主导的。这是其中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我在搭档完全信任我的情况下，我才能这样去做。但你要知道，未来我们在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在一切的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之下才去做一个解读。所以这就是22岁的侯子泰可能要面临的第9个课题。哎呀，好好的回答。好。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马上你们的实习就要结束了吗？走之前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老师，我其实像您一样是一个不太会煽情的人。可能此时面带微笑，但其实内心早已汹涌澎湃。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我们在去往采访胡先煦的路上，我说这个夏天我会记一辈子，所以如果最后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用3个一辈子来总结吧。这个夏天发生的事儿，我会记一辈子。遇到的7位同学，我会记一辈子；面前的4位恩师，以及没有在这儿的2个师姐，我也会记一辈子。就是3个一辈子。好，我们也会记你一辈子。哎呀妈，张希老师也不行了，张希老师也不行了。哇，我突然第一次被人说要记我一辈子，我觉得有点恐怖啊，我还敢着急。好，谢谢子泰，谢谢子泰，谢谢子泰，谢谢4位老师。谢谢。
加油，加油，拜拜，拜拜，老师们，拜拜拜拜。子泰真的有一种稳下来的感觉，这个感觉给人特别舒服。成长了，真成长了。对，真的是落下来，落下来了。22岁子泰第9个课题，太好了。励志。子泰成功把张老师又说的崩溃了。而且我今天很意外，我觉得我们认为的是他很淳朴，然后很松弛，但其实他很清醒。所以我想到4个字，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会太重。我觉得大智若愚，我觉得他是可以走很远的人。而他真的是一直之前就是托举，他明白托举其实在成就自己，因为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但是他该出手的时候，他没有退缩啊！你看他最后，他都说出了85%，这么精确85%，对他的欣赏又多了一些。好，我们可以来下一个。Hello， 玉玲，老师们好。今天做成熟美丽的打扮，今天是成长之后的我，感觉这一身要做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了。那你自己总结一下啊，在5个人里，你觉得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我不是每个课题都是做的最好的那一个，但我觉得我的竞争力就是我能把每个课题都完成，每个课题都比较平均的正常的一个发挥，我觉得可能就是稳吧。但是如果一直稳的话，很难在众多的未来的同行当中脱颖而出，可能永远都是那个平均数。想到了用你一下。是，所以这也是我在未来需要一直去探索的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就是找准自己的风格，然后沿着这条路往后走。其实实话说，现在我还没有完全知道我的风格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应该在未来，往哪个方向去具体的去深耕。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不用着急，就我可以在实践当中慢慢的去摸索。你工作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对，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节目。这回到8个课题也都做了尝试，还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方向吗？我会知道我可能比较擅长的方向，但是我觉得擅长其实有的时候不代表说我会一直做这个方向。其实也是我想问苏慧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未来的一个具体的方向，就是老师们能不能给我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这个我们待会儿说，是我们面试的。凡客为主。这是我来之前就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有点着急，那一会儿再说。8个课题里边，你觉得你做的自我感觉最好的是哪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最后一个课题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到最后一个课题我已经不紧张了，前几个课题太紧绷，我太想要拿分了，所以我越用力，有的时候越想握得紧，它就越可能压力会更大。但是在最后一个课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要把它当成我要拿分，而是我要把它作为一个收尾，给这8个课题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我也觉得你更适合综艺晚会，综艺跟晚会是2个领域，你要怎么样去选？这是一个艰难的一个选择。我可以斗药吗？我希望你能够在综艺里面找到你自己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品牌节目，然后关键时刻能够像陈晨老师一样，就是在一个大的那种晚会的舞台上也能够看到你，这是我对你的最美好的一个想象。谢谢陆毅老师。我记得你第1次面试的时候说过，如果没拿到这个 offer， 你也是服气的。但是现在其他同学的实力看过了，然后如果还是拿不到 offer， 你现在服气吗？我服啊，因为我不是第1名，我不拿到也是正常的。就是如果说真的是从分数的角度来说，而且其实像雨佳庞铮，我是确实是看得到他们特别优秀的一个闪光点的。就比如说铮姐，真的我跟她一个宿舍，每天晚上我可能已经困得不行了，我要赶紧睡了，她就是还会在那儿加班。那我觉得如果说像我没有拿到 offer 给了他或者雨佳中的任何一个人，我都会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确实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那有什么不服的呢？有时候接受自己不是最优秀的，其实也是一种成长嘛。这姑娘未来的机会不会少的。她跟子泰是2种不同的松弛，她其实灵魂深处也很松弛，她有一种淡然。你找我复盘那次，然后你当时问我说，
你觉得自己只会站在舞台上打扮得美美的，然后把自己该背的词儿都说出来？就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我只会搞那些所谓大晚会上那些体现预设好的一些主持，就把那些词儿背得很漂亮，然后说得很漂亮，然后把自己打扮得也很漂亮，然后到那个舞台上站着，就其他需要一些其他方面，就是感觉做不出来，做不出想要的那种效果。你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吗？或者说你对这方面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有所改变吗？他不是，他访谈非常好。我现在其实对自己会更有自信一点点了，可能也是因为各位老师一直给了我很多非常正面的反馈。那个时候说出那个话，我就会怀疑自己，因为我是当下的想法是我是不是好像只能做主持人做的事儿，我干不了除了主持人之外的，比如说像策划呀、导演啊这种需要一个全局思维去干的事儿。但是我到今天，我依旧要承认我在这方面还是有点薄弱和欠缺的。但是我对于我自己未来这方面的一个更加的完善，我会有了更多的自信。而且。那句话我现在要收回，我不是只能在舞台上漂漂亮亮的，我还可以在舞台上干得很好。多好，星星。那你觉得除了你之外啊，其他4个人，你觉得谁能拿到 offer？ 哦，感觉有个坑这个问题。没有坑，没有坑，没有坑，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庞征吧。Hello， 老师们好。这里会很冷啊。对呀，没事儿，我的心火热。没错啊，哇！重新看到你坐在这个位置上，说恍如隔世有点夸张了，但确实跟我们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这30天的实习，发生在你身上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包括了什么内容？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我不需要再装得非常自信了，因为我真的非常的自信。太好了！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我觉得我只是众多的想要成为主持人，在学习播音主持这个专业，一个非常普通的学生。然后我本人的性格呢是比较习惯于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我先做最坏的打算，我先做最不好的预期，这样我就不会失望，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伤害到我。所以在当时来这个节目之前，我就在想，我如果只是过来体验，或者我可能被人不喜欢，或者我每一次都拿最后1名，我可以接受吗？我觉得我可以，我就来了。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这一次机会，在我来之前，我觉得它就是一次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可以让我在循规蹈矩的生活里面有一次离经叛道的机会。当这个机会来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抓住它。所以我就来了。然后在这1个月的课题的进行过程当中，我确实没有想到，就是前面的几个课题，可能发挥的还不错，可能老师们觉得我表现的还行，所以我前面的3个课题，其实我都拿到了非常好的积分。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又一次正反馈。所以我相当于是在做课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觉得，好像这个课题我能做，好像那个课题我也还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就建立了自信。当然也不是每个课题都做得很好，也有很多的不足和缺点。你知道我对你最大的感受，就从第1天面试到今天你的变化。第1天我记得你的头发是梳一个像发髻一样，是吧？是。对。在我们眼里，你就是小孩嘛。但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小孩，在一个成人世界里面，我可能已经很久了，从18岁开始就要演一个超出我年龄的那个成熟的有节感的一个女人。但你看这1个月下，你会发现其实年纪不重要的。当我的专业性被肯定之后，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你现在就已经恢复到你真正的属于这个年纪该有的状态。谢谢你。是小孩也好，是姐也好，其实都不重要。就这个变化，我觉得至关重要，那意味着你真正让你的专业说话的那一刻。我们4个人特别特别高兴，就看到你这个改变，真的。你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说，因为做直播带货主播太久了，3年，对吧？然后让你对主持人这个职业或者主播台已经产生了距离感，甚至你觉得有点背弃自己的专业了。做带货主播和做新闻主持人其实是完全截然相反的2个赛道。我好像背叛了自己的梦想，然后好像走上了一条
不是很正确的道路。而且这30天8个课题里面，你从来没有选择去做主播的挑战，你现在还有这种心理障碍吗？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我觉得可能一个人在没有真正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他就是会给自己去做很多的假设，然后我不行，我不能，我是不是可能做不到？但是做就完了，就是你不要在没有做一件事情之前，你先给自己设下了一道障碍，你先去做，做到被人阻止为止。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你这整个实习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以及最大的遗憾？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我好像收获了一个新的旁征。就这1个月对我来说像一场变形记。我整个人从内而外的，就是老师们也肉眼可见的，我确实更自信了。而且这个自信，我觉得它不是装的，它也不是1天2天的，是确确实实通过这1个月的时间，我没有想到会推翻我之前很多一些很浅薄的认知，然后包括我内心一些很脆弱的防线。然后我现在确实就是觉得我能行，我可以，好像我挺适合当主持人。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太适合了。遗憾的话，我觉得我这8个课题里面，其实我自己遗憾最大的是跟张春老师的深度访谈。这个课题它不是我一个人的课题，它是一个双人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在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不能够只看到自己或者只考虑到自己，我还是要更多的去考虑到我的搭档。我觉得我是肩负着我们2个人共同的使命，我们要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最后其实并没有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没拿分儿，对，最遗憾，他会特别遗憾啊。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在今天进入到最终面试的这5个人当中，除了你之外，你认为还有谁有可能会拿到 offer？ 哇，这个提问，我觉得除了我之外，雨佳和韵玲都有很大的可能拿到 offer。雨佳是我从第2个课题开始，我们当时4个人合作，那一次下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超能力者，他有非常大的能量，以及他有非常清楚的逻辑思维。我觉得我找到了8个实习生里面我最有默契的人。他们俩真是，他们俩真好吧？真好。我觉得他是一个无论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还是在做别人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花120分的心思去认真对待的人。我觉得雨佳值得这个 offer。韵玲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交到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在他自己热爱且擅长的领域，他做得非常的游刃有余。他在舞台上那种闪闪发光的样子，我觉得就是现在社会所需要的主持人的样子。那我挑个事儿啊，那你觉得为什么子泰就拿不到呢？诗文就拿不到呢？如果我把每个人都说一遍，这个问题是不是好像就没有意义了？回答的好，漂亮，聪明。你这个问题加分，好，我不问了啊，我不问了。谢谢张老师，很真诚。对，离开这把椅子，你们的实习生活就真的正式结束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4位代教老师说的？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可能在我之后的人生里头，我也非常难再碰到真正还愿意把我们当学生，像鲁豫老师一样把我们当小孩儿。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段时间。鲁豫老师有一句话对我自己的影响非常深，直播限制了你，旁征你还有无限可能。我觉得这句话我会铭记一辈子。张欣老师确实是让我对新闻主播这个整个的岗位和职业，以及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的人，有了更加鲜活色彩的认识。可能我们惯性思维觉得新闻主播他就是非常正经，一定要严肃的，但其实除此之外也是有血有肉的，也是非常鲜活灵动的。然后陈晨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已经远超过了可能这个节目需要你去做到的一些事情。你不仅仅是言传身教，或者传授经验，或者说教我们去做一个课题，你是真的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多的关爱，这个是我来这个节目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然后白老师你笑什么？我也不知道，尴尬的笑。每个人都被点一下名。暴风雨要来袭了。高冷的白老师都笑了。这是你
亲学生。对对对。紧张了。我最开始来这个节目之前，我确实白老师在我心里就是帅，然后专业、学霸，就是他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种名号的加深。然后来到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发现哎，和我想象的又不太一样。从一个相对来说更加轻松活泼的形象，然后转向了一个比较严肃正经的形象，是因为在我们的课题结束之后呢，白老师他不会给你太多的铺垫，或者说太多的一些前期的鼓励，但是他给到的每一条的建议和他复盘的信息，就是他是真的在复盘，他是在认认真真的复盘你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来到这个节目，其实我就是想要成长，我就是想要学习，我就是想要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的。然后白老师总是能够在恰当的时候，在我觉得哦，好像这个题我还行，哎，拿第1名了，然后他给我拽回来，让我觉得哦，其实你还是有问题，你还是有一些需要去提升的地方的，就是平衡的特别好。所以也谢谢白老师。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我内心对你一直抱有一种亏欠，因为你作为我的亲学生，我实际上只从下一站和新闻方这2次课题对你有简短的一些所谓的复盘吧。因为我确实没有经验，我不是你的第一个老师，但你是我的第一个学生，所以我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该怎么去带一个实习生。有很多地方没有照顾到你，不像陈真老师会那么细致入微的观察到你情绪上的变化，你衣着上的打扮。对，我还听说你偷偷的哭了，我自己也没有察觉到。我觉得在你最需要搀扶的时候，我也没有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温暖和支持，这是我做的非常不到位的地方。但实际上，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很多想要跟你共同探讨的一些关于专业上的问题，而且我跟张希老师跟其他3位老师，包括和工作人员，在背后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彭真太强。但是我不想在你的面前直接告诉你，彭真你真的很强，很厉害，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课题还没有结束，你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但现在结束了，我现在可以正大光明、明目张胆的跟你说，彭真你真的很强，能够成为你的代教老师是我的骄傲。天哪！所以等到你的实习结束之后，我们私底下再深入的沟通交流一次，我真的有很多话还没跟你说。好。我觉得其实庞真真的是最不需要操心的一个人。你会担心他什么？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对人生完全是一无所知、一脸茫然。他可知道了，进退自如。反正我觉得所有的实习生里面，他可能是这30天当中收获最大的一个人，改变特别大，真的。对，肉眼可见的改变，绝对的，绝对的，真的是肉眼可见。好，我们可以来下一个。雨佳，最后一位啦。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请坐。气场全开。哇，你是我们最后一位中级面试的学生了，感觉怎么样啊？和第一次的感觉很不一样，虽然同事都有点紧张吧，但是这一次更多的是很期待见到4位老师，真的。这个整个实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收获有太多了。但如果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结果不那么看重，就是对第一的祛魅。我会觉得，之前我第1次面试吧，我把自己捆绑的像一个很漂亮的花瓶，在当时我有很漂亮的简历，有很漂亮的过往，我想向老师们展示我最好的一面。我当时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被打碎的花瓶，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打碎一点，那又能如何呢？可能一个残缺的花瓶才值得被收藏啊。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打碎了一点自己的碎片，然后我把那些瓷片收集起来，放到自己的行囊里，
然后捧着这个可能看似有一点破碎的花瓶继续出发。让广志好好听听。是听第一名没有那么重要吗？对。广志的反应是，的确没那么重要。广志的反应是，只有得了第1才能对第1去美，你没有资格。哎，你这一季下来对自己有新的认识吗？有没有发现自己新的优点和不足？有。我觉得先说优点吧。我发现我和别人的合作，就是无论是双人合作还是团队合作，我之前以为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但是我这几个合作下来，我发现非常舒服。大家给我的反馈也是很好的。我之前可能无论是保研、学习，我都是单打独斗，我需要跟别人去比、去争。但是这一次在合作里面，我们虽然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但是最后我把它更看向了一次合作，而且把它完成得很好。不足，我觉得是更多的认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吧，也知道了自己的节奏可能和别人的节奏是有所不同的，我需要去找到自己的节奏。就像条他去嘲笑学究说，你每天都在天上飞，但我可以随时找地方栖息下来。那可能他没有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他以为学究就是在不断的飞翔。所以我觉得我来到 offer 的这一趟，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看到了自己身上跟别人的差距，看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你觉得除了你之外，还有谁最有机会获得本期的 offer？ 我觉得有2个人吧。第一个人，我觉得是庞征，众望所归的庞征。因为在最后一个课题，我们2个一起合作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觉得我们2个在竞争，我完全觉得我们2个是互相握着对方的手，完成了最后的一个课题。我看到了在他身上我没有的东西，比如说他的稳重，他对于镜头的掌控感和把握感，以及他跟嘉宾沟通的时候会说出来一些我想都想不到的话，推进整个过程和流程。这个是我觉得我身上没有的。我也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们2个共同的闪光点，他也让我看到了我自己身上的亮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人我一定会选庞征。然后第2个人，我想选1年后的自己。为什么是1年？因为我觉得我需要的只是时间，就是我需要一个时间去对自己进行复盘、努力，再出发。我觉得1年后，如果说我再站在这个地方，一定和现在不一样。你刚才讲到了你和庞征在课题8的合作，非常好。课题8我全程见证了你们整个过程，看到了你们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团队精神，特别是初期，某种程度上是你一个人扛下了你和庞征之间的工作，这是一个做电视或者做传媒该有的一种精神和样态。我为你感到很自豪、很骄傲。这种团队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这种竞争的关系下，依然能够保持这种合作和团队，非常不容易。谢谢老师。所以说，我很看好你，继续努力，加油！你有你自己的实力，你也有对于整个团队的责任、付出、担当，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的。谢谢老师。我觉得电视人或者做主持人不被看到是常态，寻求合作也是常态。主持人永远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我觉得你真的长大了，刚来的时候的学生气还有，但是你自己越来越知道自己的站位，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好。好了，那你看你是我们最后一位实习生来面试的，然后你离开之后，我们本季的实习就正式结束了。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大家老师说的吗？有，那我先说张希老师吧。我知道您是中传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是我学校的老师，但是相处下来，我觉得您更像一位师哥。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不相信我们自己，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大师哥，有这么好的张老师带着我们觉得你们会相信我们，所以我们也一定会相信我们。
谢谢桑老师。然后鲁豫老师，我其实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跟您有交集，或者跟您有对谈谈话的机会，也更没有想到您会对我说出那句“你是可以做访谈的”。我觉得这种肯定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爱吧。所以我希望我在将来的道路之中，还能够秉持这一份对专业的自信，对专业的理解，以及对所对谈人的真正的关心和关怀，去完成好每一次谈话，就和您一样。谢谢鲁豫老师，谢谢。然后白老师，白老师是我很小就知道的一个偶像，也是这一次唯一看到我哭成那个样子的一位老师。把我吓傻了，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哭到上气不接下气，就是我从来没见过有孩子哭成这样过，泣不成声。然后老师，您记不记得当时我在办公室里问了您一句话？我说：“老师，我好像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一位主持人了。”然后当时白老师就跟我说：“你怎么不知道啊？你现在就是一名主持人。”我觉得在那一刻，这句话给了我太多的力量。我知道老师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也尝试了很多的方向，最终找到了自己最喜欢也最适合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希望我将来也能和白老师一样，在自己所喜欢、热爱的地方闪闪发光。谢谢白老师。最后，晨晨姐，我想说，我爱你，真的。我觉得，我刚开始我们一起吃饭的那次，我说我觉得您像我的妈妈，在一直关心我、关爱。出了这个门就断掉。谢谢各位老师。刚才你也说了，你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你就说你就是来拿这个 offer 的。如果现在回到1个月前，还会说这句话吗？我觉得会，一定会，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李宇佳的性格。他一定还会说出那句：“我是来拿 offer 的，我就是来拿 offer 的。”但是可能会身上少一些锐气，少一些尖锐的、很刺人的东西，而是很平静地说出：“我是来这里拿 offer 的。”最后再做一个精炼的自我介绍，来结束你的实习。各位老师好，我叫李宇佳，是一个勇敢、自信、不服输也努力的女孩。大家好，我是张诗文，我会永远带着听，带着看，上路，在路上听到来自时代的、
来自所有人的各种声音，并且把它讲出来，给大家听，让大家知晓听闻。我叫侯子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今年上大4，有着明确的追求和目标的追梦的少年，还有过挺多的工作经历，也算是经验还比较丰富。希望未来能够多多再见到大家。对，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叫庞铮，庞大的庞，铮铮铁骨的铮。一开始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可能不是那么的自信，但是经过了这1个月锤炼以及老师们的教导，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说，我现在已经更加的有自信，且我非常的笃定，我未来想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也可以和老师们骄傲地说出来，我是主持人庞铮。各位老师好，我叫王韵玲，我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好，希望以后能够更多的听到来自你的声音，期待未来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你。面试到这里结束了。其实很不喜欢录最后一期，你这待了10期的时间，几十个小时的相处，其实你生命中有一部分已经，你一想到未来就是下次再看不到这些身影，这些青春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空一块，心里很。你会在各个舞台上看到他们。希望尽快，那取决于我们要多给他们要点 offer 啊！来吧，终极面试环节，同一个场地。同样的椅子，各位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样子？对谁的印象最深刻？觉得谁的变化最大？脱胎换骨，焕彩新生。哎，我觉得雨佳的变化真的是我看到的那种最大的一个变化。首先呢，像他第一次面试的时候，他其实是带有那种
就是那种学校里刚出来的好学生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是要展现，一路高歌猛进的那种状态。但是他这一次回来的时候，他好像很快的去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节奏，同时又没有丢失到他当时很宝贵的那个东西。我们经常说被社会毒打之后，你很容易失去自我，但他没有，他把那个宝贵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同时，他有了更多节奏上的一个改变，有了更多他之前不曾拥有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东西。我提到雨佳，我第一次印象里他像一把兵器，对，他像一杆矛。锋芒锐利，来就是战斗的，厮杀拼搏，第一，战无不胜。但是之后像智胜讲的那样，就他的锐气还在，但是换了一种方式。对，是的，他像一艺术品，他的锋利仍在，但不是来战斗的，对，是来享受的。对，这个不可思议。雨佳，子琪有吗？印象特别深的？我觉得变化最大的也是雨佳吧。我觉得当他说出他可以接受自己不是第一的时候，这个内心的转变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觉得他最开始也是被这个第一束缚住嘛，是真第一，但是他愿意去接受自己去残破的花瓶的时候，我觉得那种豁达的感觉会让他更加的厉害。我想表达一下我对庞征的欣赏，因为我前几期没有来，然后没有机会表达我对实习生的感受。我还挺欣赏庞征的，因为尤其他最后说的，他说先做，别再那个给自己先太多的阻碍，然后先做到别人阻止你为止。这句话不是张春老师的金句吗？他刚刚讲了他在采访张春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就其实跟他的个人经历，我觉得也。他说这个话特别有说服力，因为当时他家庭可能出现了一些这样原因的时候，然后其实那个是一个很纠结的境地，他自己也说可能后来是不是偏离了，但是他先解决当下的这个。所以其实我们上一期不是有讨论，就是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注重当下这个4个词，每一个人都适用，但是尤为我觉得对于主持人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这4个字更有意义。就张泉英老师说。注重当下，所以我觉得就先做吧，然后人得折腾，进行时态，对，进行时。我其实更想说的是韵玲，就是我觉得她真正的是在这1个月里面，就是从内而外的那种自信是散发出来了，然后对自己专业的那种底气。老师们问她，就是你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吗？或者你自己想做的节目，就是她没有。去为了，因为这是一个终极面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是。但是他非常遵从自己的内心，然后非常淡然地说出了，我还年轻，我还有时间，我还在去寻找，还在去我所适合的，然后还有我想尝试的，还有很多的未知的东西在等着我。我觉得那是一种真正对自己自信的表现，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每个人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都收获到了。比 offer 更重要的那个东西是，所以说我也很就是期待韵玲在之后成为一个真正就是像他说的那样找到自己风格的那个能够不被替代、独一无二的主持人王韵玲。他一定会的，那个萌芽已经在生长。全玲老师。我其实刚才在看他们终极面试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闪回。你知道雨佳特别像24岁的我，特别像，也是利剑出鞘，锋芒毕露，太像，就我几乎能够，对，倒退20几年，回到24岁的我的样子。对我想了一下，我大概得东碰西撞，得到26、27岁的时候。才想明白他花这30天想明白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说，人生不要那么着急的到处找第1名，因为如果这事儿是你热爱的，你要做很久的，你可以慢慢来，然后你可以只做一点一点你可以掌控的进步。所以他说，哎，我承认我觉得那个 offer 可以给庞征，因为他真的很强。但是我想把第2个机会留给1年之后的自己。特别酷，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我们真的只有1个 offer 吗？一会儿有机会，有机会，一会儿。
我们其实是隔着屏幕在看，这鲁豫老师亲身的跟他们相处了30天的时间，然后同时现在也感受了我们观察室的视角。在您的整个印象当中，变化最大的会是谁？他们在生活当中都是非常符合他们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就是青春洋溢，可能真的就不在乎那些外界的评价。但是当每一个人被摆在了一个比赛当中，被摆在人生的竞技场当中的话，我想没有人会不在意。我个人觉得人生特别大的一个成长，就你意识到你不是世界的中心，你不是第一，你不是最漂亮的、最可爱的、最聪明的那一个，那是人生特别大的一个成长。我想可能这样的比赛，就把8个最优秀的小孩放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内心都会在某个时刻崩溃一下，会发现哦天哪，我这次比赛不是最好的，但是这是必须的。所以能够看到这30天的每个人的速成，然后就是30天之后，每个人其实都变得更自信了。自信太重要了，我觉得做主持人，我们得有一种盲目的自信。就是我不能告诉你此刻我为什么好，但我就是好。Trust me， 就是你相信有一天你会发现，哦，它就是好。就最后鲁豫老师说那点确实动人，就是这是个比赛，我们有好多节目是用比赛的形式来展开。我们之前探讨过这件事，包括脱口秀节目，包括很多节目，他没办法，这是节目，但同时这也是人生。如果是节目永远有个第一，但人生每个人都是唯一。如果他们终于有一天意识到自己唯一的那一刻闪耀的那一刻，幻彩新生，而且他们即将走到我们的身边，我们来看看要来了。第一 offer 要发给谁？第2到底有几个 offer？ 第3我们到底的大礼包还是什么？最后一段 VCR 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那就别等了吧，别等了，好不好？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本季全部实习生及带教入场。哎呀，吴老师应该跟我们一起上来。见面了，好久不见，终于见上了。不行，网友见面，你好，陈晨姐，吴老师好，家庭地位很高。彼此。哇，终于见到真人了！哎，怎么有点紧张了？怎么有点紧张的？哎呦，我们2个在干嘛呀？有点害羞的了。其实根本没人理我们。俩小孩。陈亮老师好，陈亮老师。听到我要拜你为师的事吗？我们还不知道。小何老师好，白老师好。粉丝来了，我是你粉丝，二搭了。会来揍我。对呀，终于有见面了，啥时候3打呀？可以，就等您了。就一直看你。我也在等上海台的offer。来了，陈明老师，这么给我，您的建议我都听了。对，介意？没有，但是喜欢，听心里了，太感谢了。哎呀，庞青老师，我太喜欢你了，许志成老师，太喜欢你了。哎呀，一家，志成老师，把你夸了1季了。等我爆发呢，我看见了。特别期待他俩握手怎么握。哪个？对，同宿舍的这2位。啊，我们2个说啥？天哪！哎呀，又夸我了，哎，不容易，后边这个感觉太奇妙，好神奇，他俩。天哪，这个演播室能坐这么多人，欢迎，好开心，哇！你知道现在有种啥感觉吗？啥感觉？就是背后区人家区了17，所有人。那是你吧？说笑话区啊，济一堂。什么叫济一堂？就这真的特挤。很多话我们都憋了10期了，彼此之间我们想跟他们说的，他们想跟我们说的，就开始吧。好。实习生们有没有什么想问我们的？大胆蛐蛐，大家没关系。一开始就这么刺激，好刺激！机会难得，赶快。我就先吧。来，哎呀，我其实想问陈明老师和全林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从课题1看到课题8，对我的初印象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后来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初印象，扇子舞跳得好。全林老师初印象和变化。第一个课题特别强，后面想多了。就是你每一个课题做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对这个课题的想法都多，你要学会做减法。
但这些都不影响你的优秀和光芒，非常非常精彩，非常杰出，啊，不必自我怀疑。谢谢老师。智胜，你一会儿大声蛐蛐啊！你看他们俩就是这样。你俩不要开私聊，公放行吗？不是开小窗口啊。智胜，你问一个，我们交替进行。不是，我现在不敢说话，你知道吗？以前我觉得就是主持人采访的时候看向那个被采访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但现在当有20道目光都是只看向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恐怖，而且他们的位置又高，你知道吗？特别下位置，真的好吓人，就有种什么你为什么我都会招的感觉。你们问吧。那我来问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几个课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抓鸡那个课题嘛。对。然后我就想问，如果子琪老师和智胜老师一起去做抓鸡这个课题的暗访，你们会扮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是，我先向你保证，肯定不是你跟朗子的那种角色。我俩可能会扮演啥都很奇怪的。兄弟打完篮球吧，打完篮球回去路上可能买点吃的。这是智胜回答，就是我的回答，就是我不会去参与这个课题。逃避。但我很喜欢那个课题，而且你们也真的很厉害，你俩也好会演。哎，我特别想问那个问题。因为你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卖海鲜的阿姨对你们特别好嘛，还教你们各种东西，所以当你们回过头来，就以记者的身份回到那里的时候，你们心里会有一丝惶恐或者一丝不安吗？哇哦，会有。非常的。当时我们两个其实在回去的时候都不太敢看那个老板娘的眼睛。其实，在回去之前就犹豫了很久。是我们俩一直踌躇，我们两个要不要进去，就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带他们进去。但是因为当时如果给那里的工作人员，就是执法人员去别麦，可能进去之后效果不会特别好，因为我们还是想抓住这个第一现场，所以我们最后犹豫再三，还是进去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当时是作为一个记者，这是我们的职责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去。对，哇。这个问题非常好，智胜你问的真的非常好。哎呀，这是好问题，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不能再问了，再问真有 offer 了。上吧，智胜，你这咱就不欺负人家实习生。助教老师们，我来问一个问题。助教老师们，我来问一个问题。该说不说，凯旋刚才确实紧张了一下，你双眼皮跳动了一下。来，其实我是感觉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两位助教老师，他是全程在观看咱们这些实习生遇到的难题、遇到的困境。你们有想过，你们处在他们这个处境下，你们会做得比他们好吗？好犀利！哇！啊，好犀利呀！哇！我自己感觉我做的不会比他们好，但是我这样说岂不是打了西哥的脸？因为西哥把我招来的。其实刚刚那个问题，我们俩私下有讨论过，我们俩也会私下交流，就说哎，我们会选哪个选题，我们会怎么去做，不能说做得更好或者是更不好，反而是在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跟实习生是感觉是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他们的很多视角思维，比如说朗子在课题当中想到的，比如说扫腿舞，就是这种紧跟时事的互联网思维，以及佳宁在选题的考核过程当中，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可能一开始会比较板正，怎么样在综艺娱乐节目当中放得更开，感觉是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我们俩今天也是实习生，一起站上这个考试现场，我相信我们俩也有来自 SMG 的底气。哎呀，当仁不让，当仁不让。西哥刚才回头了，那表情是你们就算不相信你，你还不相信我啊？我招进来的就是要相信我，我招进来的。对，真的。西哥真的，我不止一次在节目里表达过，我说西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HR， 你知道吗？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节目播到现在为止，你们除了 SMG 之外，有收到过来自别的平台邀请的，请举手。谁呀？谁有啊？
好像白老师你是收到别的 offer 了吗？我真收到了，我真收到了，我真收到了。我因为这个节目终于被我的母校想起来了，就是还有这么一个毕业生呢，优秀校友。明年我作为这个毕业生回去参加一下学校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母校的邀请。代教老师都收到 offer， 保留一点嘛。不是台长也在这儿听呢，对吧？哦，这还要保留吗？不用说那么具体。没事，白老师走了之后又空出来一个。一下子又有2 offer 了。我就是回母校看看，不是说就不回来了。白老师急了，我只是看看你把我说走了，你不是回校任教对吧？不，我就参加学校100年系100年的活动，差点跟我说失业了，完了。俊林来一个，我来一个，来一个。问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吧。我问侯子泰吧。哎呀，非常严肃这个问题，就最后的是，哎呦，你别这样。就最后那个张希老师，让你评价我的时候，你忐忑啥呢？不是，我当时主要是沉浸在我眼前的美食当中。我就这么说吧，你说出在你心中俊林的一个缺点。一个缺点。啊？你坐下吧，你坐下吧，你坐下吧，你坐下吧。还真有。哦。卷，哎，很无趣的一个回答。那没了。子泰最大的优点就是诚实。不是新闻人那个真实客观吗？这太诚实了，太诚实，太新闻了。那就我问庞征，因为你的8个课题都是完成的都很好，然后我就很好奇，你对未来自己目前的定位有清晰的方向了吗？我其实来这个节目，就是我觉得很幸运，有8个课题可以让我去尝试。就不管是我还是我们实习生，所有的人，其实很难说在一个单位上去实习到不同的节目类型，还有不同的课题类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一点。然后我当时来这个节目的初面和中面，4位大教老师都问了我一模一样的问题。初面我说我就是来找这个答案的，然后中面的时候我说我这个答案不知道自己找到了没有，因为我发现我好像每个课题都能做一点，但每个课题也不是说就都能做到最好。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拿到什么我就把什么做好，这是最重要的。谢谢。我就问8位实习生好了，节目此时此刻已经播出了很多期，有很多评论和弹幕，一夜之间就被很多人看到，有些声音是春风，有些声音是利剑，做好跟这些声音共处的准备了吗？这个时候你们的心态会是什么样？哎呀，还得是大学老师，一下子把几个人全问沉默。哎，王玉刚刚，王玉是不是刚才举手？我不确定，我看到啊，那我就说一说吧。对，王玉可能刚打了个哈欠。哥来都来了。这样吧，那我就说说，其实我在面对这些评论啊、评价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去直面的。那我可能觉得这些评价好像是我们人生的新的课题，因为我们在这个实习的阶段，我们有8个课题要做，然后我们会遇到非常直接的答案，非常直接的是或不是的回答。但是好像我们在面对评论的时候，面对各种各样声音的时候，我们是在做整个人生的课题，它可能不是这一段时间，可能未来我们一辈子都会遇到这样的声音。那么我们还是要有着非常非常好的态度去完成这些课题。其实，在面对评论的过程当中，自己去解答的过程，我觉得也是在完成课题的过程。然后我呢，我有信心把这个课题做好，我有信心在人生的课题里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评论，然后遇到更好的自己。对，厉害，玉哥还是玉哥。玉哥太可爱了。他受不了了，他受不了了。不行。他受不了了，我受不了这么多正经人在，太正经了，朋友们，再松弛一点，再松弛一点。
我想问小贺，不用，就是 OK， 其实这次来到了 offer， 对于我来说，我是有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我想问一下，就你看完8个课题之后，你最想参与到哪些课题当中？我自己啊，我其实特别想去那个人工智能大会。我觉得那个太有意思了，而且我其实很少有这种外景主持的机会，所以说这种尝试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很新的体验。我其实说真的，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成什么样子，所以我真的特别想去体验一下。而且我对人工智能这方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了解的。如果我有这样的一次机会的话，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欢迎你明年来，每年在上海都有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可以东方卫视可以配合。好，都有这个 AI 人工智能大会。我补一句，来，俊林同学没关系，咱有人脉，随时走。人脉，好嘞，说到了姐，洋人脉啊，洋人脉，魏姐火力全开，魏姐。我想问小贺一个问题吧，因为这个问题我记得特别深。是我们在最后实习结束以后，老师问我们的：如果在10年以后让我们做一档节目，给这个节目叫什么？起一个 slogan。押对题了，快把咱的答案告诉他。我有答案了，忘了，来，起来，非得拉着我。你说我要10年之后要做一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名是吗？对，我们的节目名叫做。林志大了，我们的口号是林志大了，什么鸟都有。可以，押对题了，直接押到题了。我们想好了，我们也做一个访谈节目，嘉宾答得好，我们就举好鸟；嘉宾答的我们觉得他在骗我们，我们就举坏鸟；嘉宾说的我们觉得不行，我们就说帅鸟。我跟他们说，他们那节目请不到嘉宾，因为来了都是鸟。鸟人汇聚啊！刚才我们天也聊了，我们游戏玩起来，好不好？这个游戏叫开杠挑战。我们接下来所有场上的人会分为2个阵营，然后会有随机出现的题目，然后我们根据自己的某种身份站在这个题目的一边，然后自由对抗。只要有谁想到了想发言，就冲过去把杠掰到自己这边就可以发言了 ，OK 吧？可以。开杠挑战，我们看一看语言的交锋，因为这里坐着20-30个主持人，以语言为武器，大家过过招，就是这么一个游戏，好不好？来吧，先上道具。第一个，怎么了？第一个题目。科班和非科班究竟谁更适合做主持人？这太挑事儿了，这个太挑事儿了，那就来吧，好不好？大家就蓝色科班吧，好不好？红色非科班，来吧，科班的同学们站到蓝色这一边。对，学播音主持那边去。你们都得站过去吧？学播音主持的，我们都不是学。你是学国际新闻？我学外语的，对。Only me。我们实习生只有一个啊，就是我。哇，那么多科班的。陈飞老师加油！别，老师加油！我们集体强大的阵容，有陈飞老师加油！给你，给你，我怎么记得我科班学的第一课就是主持人是托举他人的呢？对吧？就托举各位了，来吧，谁大学还不是个辩论队的？快来吧！对，你是辩论队，你上。哎呦我的妈，都冒到后面了去了，都这样了已经。张老师，您怎么往后边躲呢？我已经到张老师这个害怕的地步。雨佳，我知道你是辩论队的。雨佳，来，雨佳加油！李雨佳，来了！山东理工大学材料学院辩论队2辩问候在场各位。哇哦！你先说，开篇理论。黑化肥发灰会发灰，灰化肥发灰会灰化肥发灰会发灰，黑化发灰会发黑灰，黑化肥发灰会发黑。
直接用专业能力碾压，把脱口秀演员给怼的不会说话。我想问一问，你在采访哪位嘉宾的时候，会先说出这么一段绕口令再采访他的？葛兰女老师。葛兰女老师。葛莱女老师但其实你如果说的不好，葛莱女老师也会非常开心，非常打开自己，同样的也会起到能够把这个气氛变得非常融洽的效果，不一定非要说好给他压力。说的对，张世文上。诗文厉害，诗文厉害，来。科班主持长得着急，比较有信服力。在你们科班再着急，有我着急啊！哎，这话我要说了。我要说了，哎，你回去，哎，你觉得你长得着急？赢了！谁能做到在4个带教老师里年龄最年轻，但长得最老，头发最少？有人跟你比头发少，那也就是我没当带教老师。我说个挑衅的话，来，一个非科班的，就把这么多科班的说不出来话了。这就是科班在舞台上的修养，知道托举别人，让你们说的更多。我想说的是，科班和非科班不同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语音基本功的语音基本功会比较扎实一点。你完美的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哎，然后就是，你的普通话是你上了中传之后再学的吗？这样我跟他说，如果没有科班主持人的这样的吸引，朗子的普通话一定不会比现在更好。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执念，所以他的普通话越来越好。你说你科班学得好好的，研究生怎么学个别的呀？正是因为我知道科班很重要，再加一点东西就变得更好了。所以说，非科班是锦上添花，而科班呢是最好的基础。什么？他说非科班是锦上添花，科班是最好的基础。哎呀，你回去练练基本功吧，说的话导师还得需要翻译。没有科班主持人这个说法，哪来的非科班主持人这个说法呢？你家漂亮。哎，到你了，快上吧。我们这边人虽然少啊，但是我们这边带教老师比那边多。是这边3位带教老师。我补充一个，就是今天这个 offer 的观察室主持人是科班出身的陈明老师。说的对。朗子，那个8这个明哥要不在，他到时候找你啊。朗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有更多节目的主持人是非科班的何炅老师。我收回。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科学的训练。你们训练了啥？我们有8个课题的训练，所以说我们被见证变成了更好的主持人。这8个课题是谁给的？是科班老师给的吗？哎，可是我们这边说大会议室集合最多的老师是张希老师。李佳，你的带教老师是哪个老师？干点忘本。情感绑架了。绑架了。我们可以和谐的结束。OK。来，咱俩结辩。来，陈婷老师，来。我觉得科班的特别重要，你们的确受了特别好的语感、语流、表达的训练。但如果一切都科班可以解决的话，你们就不需要用这1个月的时间来上这8个课题了。所以有很多不是科班能够学到的东西，你们这1个月学到了，特别好。总结了，我正好教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学期他们有重要的一课，就是看阿尔法7。哎呦，因为几乎每一个课题在专业中都有一门专门的课与之对应，没有什么是比这档节目更好的教学素材。我们很多时候对科班有一个固化的认知，觉得教的是吐字归音，觉得教的是字正腔圆。时代在变，科班也在变，所有的课程的教材也在不断的更新。我觉得一批又一批的学子们走到镜头前，告诉大家的是，字正腔圆永远只是个基础和起点。我们要给课堂
给他一点空间，让他把这个职业的身份可以怎么玩，可以怎么做，最精妙的路找到，让大家走点近路。谢谢，谢谢，谢谢。哎，我很认真的说，我真的很想跟你们所有科班的人学习一下。我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学习怎么把我自己的声音在晚会的时候放下来，怎么在主持的时候区分前后鼻音。所以我觉得专业的训练确实还是很重要的。对，哎呀，互相学习。这么多年，我一直最想跟几位非科班的老师学习一下。对，是的，那种辽阔、那种共情、那种细腻温暖是怎么做到的？那些金融的知识、英语方面的专业，哥，以后慢慢教你，以后慢慢教。这才是真正的重头戏环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邀请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吴倩入场。舞台，呀！技术台的老师们好，哎，各位大家老师们好，同学们好，辛苦了。舞台请，这是你的座位，来，别请坐，请坐。吴台，你今天带了1个信封吗？是的，您的这个采访非常有技巧。在问这是几个 offer， 对吗？对。那所以呢，稍后我们会有这样一个非常正式的。全林老师一点都不客套一下。那个吴台，您看看那边的灯，按照这个节目的规则，但凡亮到7个灯以上，据说你们就有一个额外的给实习生的福利。所以我们有8个灯，8盏呢。哎，而我们刚好有8位实习生。哎，巧了，吴台你别理他，他们一个个说要8个 offer， 我个人觉得6个就可以了。吴台，没，你这个立场不对，你好像是要从吴台那儿拿好处一样。吴台，我上海人，我完全为家乡考虑。他们俩太逗了。你想啊，那么30天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培养的，然后呢用了这么多的流量，就现在大家也都被看见了。这个时候如果给别人送出去，咱们不就亏了吗？亏大发了，亏大发呀！这么说要8个也不是不可以。对，全林老师您讲的非常对，是吧？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整个东方卫视和对于整个上海广播电视台来说，我们的核心战略就是新闻立台、文化新台、融合强台，然后最关键还有一句叫人才聚台。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吸引更多的有理想、有才干的年轻人的加入，对于东方卫视未来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工作，我们都要有标准的流程，我们都要有标准，对吗？我们各位的亲友团，包括我们的带教老师，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带教我们的各位实习生。我们的加油团各位老师也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来沟通、遴选，然后陪伴我们的实习生们来成长。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他们能够各自能够得到历练和成长，那同时呢，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人才的选拔的一个过程。没错。如果是所有的数量都是一样的话，那又何谈成长和选拔呢？是有道理，春风化雨，他说话怎么沁人心脾啊？不愧是台长。吴台，我就问一句话，您是科班出身还是非科班出身？接下来是您颁发这个 offer 的时刻啊！掌声，有请吴台。我们是给抱在一块儿，现在紧紧抓住互相的手。哎，宝贝儿们，你们俩干嘛？他们要跟着紧张。来，甄姐，传递能量。来，老师，竞争失败。首先呢，我其实还是非常想代表东方卫视向各位实习生们表达我的感谢，因为这段时间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着我们的带教老师，那么包括也是在这些加油团的老师们的这种鼓励之下，进行了1个多月非常高强度的这个实习。你们的对这份职业的这个热爱和憧憬，你们对梦想的追求，包括你们在这个实习过程当中所展现的你们的各种能力，以及你们非常丰富鲜明的个性，
其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要感谢你们，因为有这档节目，有你们的存在，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对于东方卫视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要感谢你们。根据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规则，我们令人心动的 offer 应该是只有1份，所以今天我手里的这张 offer 是只颁给1位实习生。做这个决定呢，它是根据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根据我们这1个多月来实习的这样一个考察的结果，包括你们最终的一些面试的结果，当然也结合了我们大家老师们的意见，以及更多的这个电视观众和网络受众的这些意见。那么我们东方卫视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现在我作为代表来宣读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份工作的 offer 我们打算把它颁发给庞真。铮铮铁骨的铮。谢谢舞台，恭喜你，谢谢，欢迎你的加入，谢谢，谢谢，萍姐太值得了。新伙伴庞真，你好，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东方卫视的大家庭，成为一名 SMG 人。职场初心的绽放总是格外的珍贵。我们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见证你的媒体理想在这片沃土上起航。期待你在东方卫视能够收获专业的成长，激发创作的热忱。我们东方卫视 slogan 卓越见非凡，所以我也希望今天把这样的一个 slogan 的一个精神传承给你。那么也希望按照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求索的一个过程，能够激励你未来有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向我们的受众，向时代交出属于你的精彩答卷。谢谢舞台，谨记您的教诲，谢谢，谢谢。恭喜！老师，谢谢，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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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以后就是同事了啊。老师，请坐，请坐，各位，请坐，舞台，请坐。好感动，谢谢。就那一句，我们 SMG 人那句话出来的时候，就是你控制不了自己内心那种涌动的情绪。虽然你们已经在那儿上班30天了，但是接下来就是真的跟回家一样，每一次拿回那张卡片，进出戴在胸前，让保安看到，不能举起来让他看，就挂在胸前让他看到。那一刻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庞铮，什么感受？谢谢。
谢谢。我其实很期待，但是我又不敢太期待，因为在生活里面对所有的结局，我其实都是做最坏的打算。但是今天是最好的答案，我收到了这个 offer， 收到了这个 offer， 这1个月的实习时间，我觉得，就是我交到了这么多好的朋友，然后还有4位把我们当孩子一样的带教老师，我觉得这个是步入社会之后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想感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感谢他们的托举，让我能来到这里。你们别哭，我其实生活当中不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比如昨天我在回酒店的路上，我在平地上我就摔了一跤。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完蛋了，就是我要再摔得重一点，我可能今天又不能来到这里了。但是最后我觉得，祝贺我自己吧，我觉得庞真你真的做得挺好的。太棒了！然后我想感谢自己，没有放弃，有点运气。足够争气，然后祝大家，也祝我自己，祝所有人力争上游，蒸蒸有生。谢谢舞台，谢谢。采编播导无所不能。哥哥，哎，我又接到了一个活呀！啊。旁观者清第2期我就去了呀，我这下真的有戏了。旁观者清紧急正在筹备当中了，先把合同签了吧。我们组合就拆了吗？offer 首先尘埃落定，对，但是我们就如全玲老师所说，8盏灯，对，7盏，咱们亮了8盏，所以接下来又要辛苦舞台。真的舞台，你不知道我们为了这8盏灯也挺辛苦的，真的，我们起早贪黑的猜呀，这别哭了。这我们是真不容易，我们一期节目做6、7个小时，一天要做13、14个小时，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把这灯点亮。灯点亮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听说有一个特别福利。舞台这个特殊福利大礼包，它会是什么呢？其实我是这样理解这盏灯的啊，我心里在想，这个灯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这句话一下抓住我的耳朵。对，有更多年轻人的加入，有更多的7个年轻人加入。最后这句话太好了，期待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对，有没有看上？刚刚我用了一个词叫链接。哎，一个媒体机构跟年轻人之间的链接，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发正式的工作 offer 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其他的更多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直接给钱。我们希望以各种的方式进行合作，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会希望再发出一个特别的 offer。接下来这个您是有心仪的对象了吗？基于今天在场的各位的这个亲友团的这样的支持团的意见，是包括之前我们各位带教老师以及助教的意见，包括我们在综合所有的这个受众的意见，其实已经有一个建议的一个人选了。哦，来，公布惊喜福利！相信你，你们都棒，可以。棒！你看，
台上还有信封呢，你看，谢谢。还有一个，再来一个，还有一个。哎呦，还可以递呀，那可以一直递呀，我看看这，来。所以未来有无限可能，对吗？那当然。现在我就直接揭晓这样的一个答案。接下来特别的 offer， 我们把它给到李雨佳。李雨佳。你看雨佳，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就是你。谢谢老师，谢谢台长，我真的没想到，恭喜你，谢谢台长。非常高兴你在这一次的 offer 节目的录制过程当中的精彩的表现，也由衷的希望以你。谢谢吴台，谢谢吴台。玉佳，对了。老师好，真的没想到，陈老师，戴老师，多悬呢，刚才差点就逐出诗文了。说对了，说对了，你来就是拿这个 offer 的，说对了，说对了。记住你面试的那句话，加油，加油，加油！好，希望1年之后和你成同事。好，我努力。1年太久了，好，1年不用1年，不用1年，不要1年。还有啊，我哭下来。玉佳，我要哭了，李月。我都不敢哭了，我在里面都成青蛙了，就这样，我都不敢哭。今天是开心吗？又哭又笑，满脸放炮。瑜伽来简单说2句，什么感受？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在录 offer 这个过程当中，我情绪经历了很多起伏。从一开始我跟4位在校老师说，我来就是来拿这个 offer 的，到中间我确实失败了很多次，变成了悲伤蛙，然后又素颜去抓鸡，就是很多奇葩的事情，我觉得都发生在我这里。哎呀，我之前一直是个说话特别快的人，但是我今天有点说不出来了。颅腔共鸣啊，这一整段。哦，对，就是我希望我在实习这段时间吧，我可以慢慢的、稳稳的变好，去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一直从小到大当主持人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找到一条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路，所以还是这句话。谢谢了。今天又要悲伤蛙了。还真被你那句话说中了，要发给1年之后的自己，所以好好珍惜继续成长的机会。感谢吴台，感谢吴台，谢谢老师，感谢吴台。那下一张纸来吧。终极面试环节当中，我记得像子泰也大4嘛，也还有1年在读。对。韵林是毕业了。韵林呢，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对。我说实话，您看看韵林。
那个舞台来。哎呀，全林老师，全林老师，我必须让您特别近距离的再看一眼他们，是看一看他们眼睛里的光，是，然后回想一下我们这10期节目他们闪光的地方。你看这个舞台上一站。是不是那个是对吧？东方卫视的那个气质就全都有了，对吧？对不对？对呀，舞台，我还给您提供一个额外信息，明年白老师回清华了。行，我认了。就是说，您的这个位置上的担忧啊，也不一定啊。对，其实有很多的传媒的从业者，最后会重新回到校园去执教。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我不执教也不回来了。但是白老师明年要去那个去执教这个事情，我们暂时还没有同意。来，您才说我来了，没有这么多任务。这怎么又诓着我再发一个？我们本来7盏灯解锁那福利大礼包，可是咱们8盏。该说不说，多1盏灯。如果说什么东西都不多出来，我们有点说不过去。那太说不过去。我们加油团这一整季玩了命的点灯。对。一个加码的额外的惊喜福利是什么呢？是什么？来自于我们腾讯视频。腾讯视频将面向全体实习生给出腾讯视频大型活动的主持机会。有人了。好，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时间了，各位实习生，最后的一次发言机会。我觉得可能会有一部分人觉得会有点可惜，我辞职来到这里，但我想说，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可惜，因为我坚信时间会带走锋芒，也会留下光芒。我觉得这条路可能不一定永远都是坦荡的，也不一定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心中坚定炽热，我们未来所有人都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主持人。相信的力量。好。本来我以为我会收获一段实习，没想到收获了极其宝贵的朋友，极其宝贵的师长，也收获了我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实现。去时乾坤大，一帘草木青。我也想告诉所有正在看我们，也期待被看见的朋友们，坚定地相信未来吧，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好。我想问摄像机在哪里？我这句话想给屏幕前的每一个观众说，因为我觉得观众就你们永远是我创作的原动力，也非常感谢你们见证了我拿到这份实习 offer。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职场上升级打怪，加油 ，power！ 这一段非常特别的实习经历，让我意识到自信、自爱、自强在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的。然后我的媒体理想可以在东方卫视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我觉得是我的运气，也是我的底气。让我们一起谢谢东方卫视，谢谢。啊，什么叫正式员工？感谢单位了，刚刚忘记谢了。这太感动了，工资从今天开始就要发了，这，谢谢保证。接下来4位带教老师，我说，于姐，特别谢谢大家，我们这1个月的相处让我想到32年前我刚刚走上这条路时候的自己。如果说这32年有什么经验的话，第一个词就是我相信天道酬勤。我相信第2个词就是，如果我们走入一条艰难的或者黑暗的路，要相信否极泰来。最后我想说，我非常荣幸称呼为你们是我的同行，加油！谢谢。幸运的你们，未来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还是会碰到压力、困难，或者是迷茫和自我怀疑。当这个时候，请回想起我们一起相处的这个月，请记得那个全力以赴、哭肿了眼睛之后又去迎接挑战的你自己，
请记得那一份最初的热爱，那会带领你们抵达远方。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个抱抱，希望把所有的好运气给你们，不管是低谷还是巅峰的时候，在你们面前依然会有很多很多的好运气。感谢你们给我作为老师的完美的初体验。从今年往后，我们就可能不再是师生关系，我更愿意你们把我看成是哥哥也好，或者叔叔都行。然后接下来同事，对，好，对。然后我会一直陪伴着你们走接下来的职场路和人生路，我们随时都在彼此的联系簿里，好吗？加油！我还是那句话，你们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像韵林说的，相信的力量，相信老师永远会在你们身后。当你们有一天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时候，获得成绩和荣誉的时候，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看得到。但是当有一天你们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给老师打电话，老师会尽己所能去帮助你们，永远会在身后去托举你们，祝你们未来都变得更好。我要把张老照片贴在冰箱上，相信张老师。太实在了，西哥就是这么实在，实在人，真实在。我也没啥，我就说先请大家原谅我们这一时期对大家的大放厥词。我说我对大家的大放厥词，我经常在这想，我有什么资格能对大家进行指指点点、吹毛求疵的在这里点评大家的所作所为？但我想请大家相信，我们有很多时候不是说看到你们的东西说的那些好听的或者不好听的，不只是针对于你们，是在你们身上看到了那个曾经不完美的自己，看到了身边不完美的同事。所以说，请你们完全放心，我们所有的这些不好听的话，一定不是针对你们个人，因为我相信放大部分人坐到你们那个位置上，不会有人比你们做得更好。所以请大家相信你们自己，忘记那些声音，那些声音绝对不是针对于你们的表现，是针对于生活中你们折射出来的那些人，你们身上代表了太多职场上的人了。我相信接下来从这里出去之后，再提到大家，我们不会有吹毛求疵的一个评论。我相信提到将来在座8位的每一个人的名字，我将来只会有4个字，叫与有荣焉。谢谢大家。offer 其实不是最后的目的，我认为就是被看到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刚才看到各位哥哥姐姐们，还有我的校友们、我的同学们。我看到大家的时候就油然而生，就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就希望大家，这个前程似锦吧。谢谢大家。我就是想由衷的祝福大家，希望你们记住2025年这个夏天，你们的勇敢、热情、真诚、坚持，希望你们完成自己的梦想，希望你们熠熠生辉，会过得非常的闪亮、精彩。祝大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珍惜春光不负韶华。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3年级收到了郎平给我写的一封信，当时我只是作为一个小学生，给我心目当中站在那个位置的世界冠军写下了我的仰望。我没想到他们可以在全国收到那么多信的情况底下，从日记本上撕下了2张纸，粘在了一起，亲手给我写了一封回信。我在那一刻知道说，如果有人在你的心里埋一颗种子，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做过很多的工作，做新闻、当记者、做主持人、做投资、做教育、做公司。但其实我做的工作都是同一种工作，就是在别人的心里埋下种子。所以我希望这1个月在你们心里真的留下了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无论你们热爱的是主持人、是传媒、是新闻、是表达、是镁光灯都没有关系。不断地问自己到底爱什么，并且好好的爱。这一期要结束了。下班了，朋友们。因为心动的 offer 第7季了，之前有6季，4季律师，
一季医生，然后一季建筑师。6季的令人心动的 offer， 在这一季开始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就主持人是不是一个值得做的行业。第一，它还令人心动吗？第二，这是一个在聚光灯下被所有人看见的行业，可挖掘吗？每个人都看得到主持人的生活，尤其是在全媒体的今天，每个人是透明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所有人的审视之下，还值得做吗？谢谢你们，谢谢8位，谢谢带教导师，谢谢东方卫视，就是用一整季的节目给所有人吃了一个定心丸。就第一件事，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第二件事，所有人的生活，他背后的那些艰辛的付出，我们原以为我们生在行业中，原以为他理应被这个世界看到，但并不是这样，不会，还有很多人看不到那些。但是谢谢你们，让你们的魅力和精彩被所有人看到。无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甚至媒体这个行业，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在公众的舆论场上，经受了充分的质疑，值不值得学，值不值得考，值不值得干。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样本告诉所有人，我们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表达说话这件事人人都会，但是说成你们这样不容易。温暖和爱，我们每个人也在心里都有，但是能呈现成你们这样不容易。我必须得说，今年一整季的节目当中，在座的每一个人，从实习生到导师，都有一个瞬间，我觉得我会打引号的爱上。就你们在最后那个时刻那句话说，导师我爱你的那个字，就是最扣人心弦，就是你们的那种魅力无来由的就击穿整个屏幕，被大家捕捉到。不知道该怎么向这个世界去证明某些事情，但是你们就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这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儿。你们也让令人心动的 offer 这样一个已经7岁的节目，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点亮了光芒。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就是因为你们的优秀、专注和杰出，然后让令人心动的 offer 这一季收获那么多人的关注、喜爱。衷心的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7季也只是开始，这是你们的开始，也是我们节目全新的起点。接下来，我们继续迈向更多的行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然后让那些火光点亮更多的人和眼睛。谢谢你们给我们一整季的陪伴，非常感谢。第7季令人心动的 offer 就告一段落了。要感谢东方卫视，感谢腾讯视频，要感谢一直在屏幕前陪伴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给我们所有发过评论、发过弹幕的所有人，无论您发的是什么内容，我们都无比真诚地表达我们的感激，因为有您的注视，有您的评论，我们才知道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谢谢所有人给我们一整季的陪伴。最后还有2件最重要要感谢的事儿哦，是什么呢？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谢谢。找到我们这么棒的节目，一路同行，希望你们下季也在，希望百事可乐下季在，希望我们的淘宝下季在，希望屏幕前的你下季也在。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8季不见不散，拜拜。我们还有一个感谢要说，还有感谢要说，感谢加油啊！感谢带教导师。感谢师姐，感谢凯旋，感谢冯林，感谢你们，谢谢，感谢。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上微博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最终节目资讯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出面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
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 job， 收获心动的 offer。感谢丽丽城传媒。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oi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7季点映礼包11月3日开启预售，抢先看 offer 花落谁家。11月6日19点解锁第10期上中下集，直通大结局。11月7日至11月9日19点团建番外篇、精彩花絮、实习生 vlog 等你来看。